看到呢，目前呢说这个李强呢，他要在这周的时候访问了纽西兰哦，而这个呢也是中国的总理时隔7年哦再度访问纽西兰。那当然呢也说会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啊，希望两国可以有更多的接触哦。那我们看到其实呢，李强呢访问纽西兰呢，之前呢就是说呢，根据这个 AUKUS 的安全议题上可能会提上议程。那纽西兰最近呢，他们当选的这个右翼政府啊，确实在态度上也有一些不太一样哦。他们转向于美澳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是当然也提到说呢，要参与这样的组织。而纽西兰的外长呢，是在5月份的时候猛烈的抨击哦，说中国在太平洋岛屿的行动，更警告说不要采取可能破坏地区安全这样的行为哦。好，所以呢，在这一周，李强要访问澳纽，这是7年来第一次哦。那也预计说很有可能呢，在商业上有一些进展。比方说呢，就是说艾班尼斯呢，原本预计6月16号要在坎培拉来进行这个双边的会谈。那行程是李强呢会前往博斯来出席这个 CEO 的圆桌会议，到时候包含大型的矿业公司啊、银行啊、农贸出口商这些呢有业务往来的高层都会参加这一场会议。所以呢，这一次的出访哦，也有可能是对于澳洲的活龙虾解禁，是不是大家也很期望说可以提供一些契机哦，也是作为双方未来恢复友好贸易一个关键的讯息哦。好，那另外我们看到哦，中国现在呢准了澳洲牛肉入关了，巴西开始觉得有些不安了，因为呢他们现在向中国出口的牛肉已经是占总产量的40%了。那中国在5月29号的时候取消了针对澳洲牛肉的禁令了，当然巴西方面呢也很担心说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销售，因为在中澳外交关系不错的时候，当时呢，中国是澳洲牛肉的第2大买家。分析就提到说，美国作为全球第1大牛肉生产国和第2大牛肉的进出口国，那也受到中澳之间的贸易影响，也可能会调整牛肉的出口价格。好，那现在说到牛肉啊，很有可能哦，不要大家太意外，因为我刚刚自己呢也看了2、3次哦，华为也卖牛肉吗？这是根据这凤凰网就提到说，华为很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牛肉进口商。好，为什么呢？不是说他直接的卖牛肉养牛哦，是说呢，因为他在这个商城上开始卖一些全球的农产品哦。那所有的华为商城都已经开通了这样的美食分类，里面呢牛肉啊、葡萄酒啊都是标配。那这个电商部门当然卖的不只是牛肉，红酒、鲑鱼、奶粉这些都有。那这是一个华为对美国制裁一种战略布局。为什么呢？因为华为在海外收款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很多的用户可能没有办法直接支付美元啊，或是欧元，所以怎么办呢？这个华为就使用货币互换的这样的协议也就是说呢，使用当地货币支付当地的开支，那么采购当地的产品再运回中国大陆来销售，避免这样的汇率风险啊，或是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来源哦。最简单的讲法其实就是像这样子哦，阿根廷呢就是第一批购买这个华为5G 的国家。那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他们卖阿根廷的牛肉呢？就是因为阿根廷干脆就直接把牛肉当作钱，他们没有外汇的话，就拿这个牛肉来当作是一个通货，拿来抵账。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任正非在2013年的时候，他曾经在一个会议上面就讲说，电商做好以后呢，我们酒也会在这边卖，阿根廷买回来的牛肉也可以在网络上卖了。当时呢，他还说这只是一个比方啦，没有想到11年后呢，这段话是真的了。那华为现在呢，还要自己来研发 AI 的晶片呢，因为呢，现在这个当然 AI 的热潮嘛，我们知道最夯的就是辉达了。那华为现在也推出这个 AI 晶片呢，是可以训练大型的语言模型时，号称这个效率呢可以来到辉达的这个80%左右。那有些特定的测试效能上呢，他们宣称甚至 GPU 呢是来到了20%。华为接下来也要争取更多的当然国产晶片的驱动算力更说要筹划要建立一个10万卡算力集群要跟科研的机构来合作促进大模型的研发。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开始呢也要朝向研发 AI 晶片这样子的模式了。先请教赖老师怎么看说李强访问纽澳是不是有可能带来一些外交上经济上的突破？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努力因为
澳大利亚好不容易一直在努力修补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中国也蛮珍视啊，蛮珍惜啊这样澳大利亚的政府的努力。那当然，大陆也不希望说纽西兰啊它又转向了，因为过去纽西兰它是认为跟中国大陆维持好关系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这一届的政府似乎有一点点在转向，所以大陆在做很大的一个努力，就是把他们再拉得紧一点。本来纽西兰跟澳大利亚有个想法，他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把安全跟经济分开？那经济我赚你的钱，安全上我跟着美国跟你对抗。那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是觉得不太合适吧？你一方面赚我的钱，拿我的钱去养你的军队，再拿你的军队跟美国来对抗我，然后参与这菲律宾的一些事情，这个不太合适。那因此呢，这个是需要沟通。那除了沟通以外，也需要筹码。那除了筹码以外，也需要压力，因为如果你没有筹码，你就没有办法对对方构成压力，所以筹码是很重要。那什么叫筹码呢？也就是我如果从你纽西兰这边，你的经济更依赖我，或者是你澳大利亚你的经济更依赖我，那我就有更大的筹码。如果你都不依赖我，我就没有任何筹码了啊！我想这个部分里面就把筹码先建立起来。那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你不考虑你的厂商、你的生产制造商、你的酪农、你的牛农、你的利益的话，那你要跟着美国对我对抗，那对不起了，那我只好把你的龙虾关掉，把你的红酒关掉，把你的矿产关掉等等的，这个是我可以做的事。这代表什么？这个就是筹码，所以筹码要先创造。我觉得这一点的努力是有必要的，也是一个谈判的技巧。对，有这样的一种做法，我觉得这个做，而且这个对中国大陆没有坏处。为什么？你想想看，如果从纽西兰或是从这个澳大利亚进口更多的牛或是牛奶的这种乳制品的话，那中国大陆对于欧洲就有更大的筹码了。例如说，大陆现在已经开始考虑对于欧洲要实施所谓的乳制品的反倾销税的调查。那这个对于欧洲的这些反中的，或者目前来讲想对中国大陆调高汽车关税的国家来说的话，他就要考虑再三了。这个就是筹码。好，同样的，我可以从澳大利亚、从纽西兰进口更多的牛肉的话，这个对美国的牛肉商，那么卖到中国大陆的牛肉商来讲，他是不是要减价？那这个对中国的消费者是一件好事情啊。同样的，巴西也必须要想办法减价。因为这样的话对中国的消费者就是好事啊，所以这样子做法的话，事实上是有各方面的好的多赢的一个局面在思考，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是有必要的。有关于华为的问题是这样子，因为当时阿根廷的经济陷入困境，它的外汇用光了，它的债台高筑，它甚至在 IMF 里面都要清算它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那中国大陆当时用人民币来帮阿根廷，也就是阿根廷欠 IMF 的债是用人民币来支付，可是那个人民币你怎么还给我？那因此当时就由华为出面了，华为就用以货易货的方式，也就是我把我的5G 的系统卖到你阿根廷去，那你阿根廷根本没有能力来支付嘛，因为你阿根廷的经济出问题了，怎么办？你牛肉卖给我。那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价钱总额算出来以后，看看你当时阿根廷的牛肉的价格多少钱，我就给你买。买来以后，就变成由华为的电商来帮阿根廷在中国的境内或是境外来卖这个牛肉。这个就是，促成华为变成一个牛肉的电商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它是帮助阿根廷啊。可是阿根廷的右翼政府上来以后，对中国大陆采取非常不友善的一个动作。可是这个合约当时已经签了，是前政府签的，所以华为继续履行合约。那现在要看的就是这个米莱这个右翼的这个政府，它本身会不会继续下去，还是说它要改变它的态度？我想这个未来的一个走向还有一段路在走，但是至少华为的电商已经有了阿根廷的牛肉。对，这个接下来继续关注。来岳老师怎么看说华为现在也要自己研发 AI 的晶片，说是要校正辉达。阿根廷的牛肉最好啊！大家要搞清楚啊！我们从小读地理的时候，蓬巴草原啊，全部在养牛啊，牛比人多3、4倍啊！大家要搞清楚啊！
一样的牛啊，可是西方人吃的牛肉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地广人稀啊，牛养的非常多啊。我跟你讲，说句良心话，什么澳洲啦、巴西啦、什么阿根廷啊，全世界好的适合养牛的地方都被他们占满了。那么他们现在的话呢，生活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他们基本上买不到东西的话呢，因为他们没有美元呐、因为没有美元的关系，他们现在选那个总统米莱疯子啊，居然讲说阿根廷自己钱不用了，改用美元了，自己国家的主权货币都不要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本身的发展，请大家要稍微注意啊，阿根廷不是落后国家，阿根廷是不争气的国家。全世界在发展过程倒过来的话呢，原来阿根廷是有法国的这种生产水准，现在搞了100年之后，现在穷得不得了。你这据米莱自己讲的，排名第140几名啊，全世界才180几个国家，这么富裕的环境，这么多的白人的话呢，现在阿根廷想要用现代的设备的话，他用牛肉刚好啊，为什么？他用牛肉刚好弥补了3样缺失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他自己阿根廷牛肉非常好。我再强调一遍了，以前我有个朋友，他是太远了，要不然我们都该去那边吃牛排的，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平常在台上对面阿根廷对呀、我们现在吃牛肉什么恩格斯牛肉什么的话呢，比起阿根廷的话呢，人家是价美物廉了，不是物美价廉啊，这个大家记清楚，因为讲的太激动了。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这个实际上啊，真正的来讲的话呢，货币是空的了。美元本身迟早，美元能够换什么？这样的乱印下去的结果的话，我跟你讲，老早就有，像这有，比如说意大利有一家很有名的小镇，他们出的气质是世界有名的，叫帕米恰诺，他们本身的货币就是一个一个的气质摆在那边，作为整个财产的一个支付。阿根廷就是牛肉。然后第三点最重要的是，本来大陆就在玩这去美元化嘛，去美元化的话呢，你想想看，各国都有这种。这个物美价廉的东西嘛，像巴西啊什么，他们竞争就是故意制造他们巴西啦、澳洲啦，然后阿根廷啊，竞争这个牛肉越买越便宜啊。我说句良心话，像我们本身非游牧民族的地区，我们农工的地区的话，我们这个吃同样的牛肉就是不一样啊。我们这个很舍不得把牛肉拿来，美国人基本上那个 fillet， 大家看整个牛肉当中的切法，仔细切完以后，剩下的部分，美国本身有很多牛肉器官，像牛肚啊，像是牛4个胃啊，你到了成都去涮着什么的话，那个讲起来的话呢，你华为这边卖牛肉，其实讲起来无可厚非啊，刚好就是也只是刚好，而且我认为华为本身的发展当中啊，这个的确它自己的科技的发展会变成全世界最重要、最争气而且最有发展的企业。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科技产业当中最害怕的就是安逸，最困难的就是生活在危机当中。华为这多少年了，已经被美国的制裁5、6年下来的话，越打越强。自己本身，华为本身自己差一点要自己去养猪啊。为了企业的生存，它就有今天的成果，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那委员是不是一种去美元化的战略布局？是，我想这2个问题我们都直接来谈。第一个呢，不要把华为当为只是电商，它现在呢，在整个的全世界里面，它会变成大陆里面蛮大的一个大贸易商。怎么来讲？因为现在很多需要4G、5G 的国家，但是经济上是有压力，就是有货无汇。就是它有矿品、有矿产、有农产品、有货，但是它没有外汇。那这个怎么办呢？但是呢，它又要发展经济，它又要电信。那这个时候，只有中国、只有华为可以说，我帮你设电信。那电信的这些费用呢，我就把你这个国家的货，我就换回来。换回来，各位看到的是食品，还有都是矿产品，所以它不是电商而已，它会是一个大贸易商。而这个大贸易商以货易货，那所有什么叫货币？能买得到货的才叫币，没有办法，不然就是废纸一张嘛。第二个就是您刚才特别提到的有关华为这个晶片的问题。那因为我个人的事情的业务里面呢，涉及到这一点，所以稍微有点了解。那目前的 A100啊，就是 A100就是有关那个不是这个英伟达的，英伟达100呢，大概现在新的 GB 马上就要出来了，但是就 A100是非常强的一个芯片。那目前呢，华为自己生产的芯片呢，910B 啊，大概呢可以在非设定的范围内，就没有学习的那个范围内，大概可以达到 A100的80%的能量。但是不要忘了，这个不是达20芯片，是在特定的范围内，比如说
数学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就有特定的对象的能量，它是比 A100 多20%的能力，不是大20啊，是高出20%的能力。那可是这里呢又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就是英伟达是负责设计，然后呢台积电这边它其他负责生产，其他人买来使用。但是呢华为不一样，华为是我自己设计，我自己生产，然后我自己要来用，用什么？比如说几个，我先讲马斯克。马斯克现在呢，累积了10万片了，就是10万片的这类AI 晶片做什么？就是要做这个题目上我们所讲的，这要做一个这个什么？这个电算中心的10万片。那现在呢，他过去是8万，现在马斯克他已经累积到10万了。目前华为也以10万做目标，那这10万从哪里来？自己生产而来，所以它会更大的一个能量啊。当这个生产完以后，自己用可以生产给别人，这就是为什么黄仁勋一直讲，美国啊不要随便压制中国，压制中国的结果，我的压力会很大。因为照的应该你来用我的，大家都轻松嘛，那你也不要花时间了嘛。但是显然，华为现在走出了设计、生产、自用这样一体的情况，将来还有能力外援。对，就变成一条龙式的生产。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是这个金砖的外长会议哦。我们看到王毅呢，他抵达了俄罗斯哦。那么呢，当然他第一时间呢，他一抵达之后呢，毫不犹豫哦，你看到画面上呢，他就走向前了。而且呢，这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礼仪啦，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他抱着女生，她抱着一篮的面包，那他就直接呢拿着起来哦，沾了旁边的盐巴就直接吃了。那当然呢，你看到的时候，我们看会有点惊讶，说，这会不会有一些安全上疑虑呢？不过这也显见说呢，确实哦，这个中俄的关系呢是相当的良好的。那这个在外交场合上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哦，因为国际社会上啊，这样子外长哦，直接当场就吃不是自身团队带来的食物哦，确实呢可能会有一些安全上的考量哦。不过确实你看到刚刚画面上，他就吃了起来。那在这个外长会议上呢，其实王毅也提出了一个所谓大金砖的战略哦。他说，当前个别的大国是重拾了冷战的思维，那拼凑出呢地缘政治变成一个像是小圈子，然后公然呢抵制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哦。所以他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发挥所谓大金砖的一个政治的意涵哦，把金砖打造成新兴市场啊、发展中国家啊等等这样多边的合作机制。那他也提到说呢，过去1年其实金砖的合作是有亮度、有速度、有强度的。那现在呢，要以扩员开启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一个新的开始哦。那也认为说呢，这吸引力会持续的增强。那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总统顾问呢，就提到说，目前有59个国家计划要加入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另外有30个代表团呢，他们希望参加10月份在这个克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高峰会哦。那这一次呢，白俄跟古巴是被特殊的邀请，也列席来参加了。好，那我们看到王毅呢，也和巴西的外交部长来会面哦。那就提到说呢，中方始终把巴西是置在一个中国外交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哦。他强调的是，中国重视巴西在拉美地区的重要影响力。好，除了呢是在跟金砖国家之外，我们看到呢，在伊索比亚的部分哦，现在呢也说启用了一个中国建造的航站楼，而且号称呢说这可以让他们的年旅客吞吐量至少是增加了1倍以上。那除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机场之外呢，伊索比亚和东非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哦，及这个另外的友谊广场，其实也都是跟中国大陆呢就是援建而来的。那伊索比亚的总理呢就说，他有注意到哦，这个积极参与东方国家的建筑活动，他感谢中国大陆的积极贡献。好，除了是这个非洲，另外在摩洛哥呢，还有这个国轩高科哦，421亿就设厂在这边。那他说呢，这个其实是一个电池制造原料的一个大国嘛，所以呢，他说在这里头呢，磷酸盐的储量占世界储量的75%，另外还有很珍贵的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所以呢，摩洛哥这个地方有多重要呢？因为它跟欧洲在地理上也是一峡之隔，所以它也是可以视作是中资要出海欧洲一个相当重要的门户。也就是说，这其实是有整体战略考量的。那现在呢，中国大陆也向布吉纳法索除了经济上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军事
军备上了。交付了有关于呢50辆军用车辆，另外呢还有是40辆的防雷巡逻车哦。你可以看到在画面上呢，就是在整个交付仪式的现场哦，有好几辆的军用车辆啊是排站哦并肩的停在这边，另外还有40辆的防雷巡逻车呢，一口气哦都来交付给这个布吉纳法索的武装部队了。那其实呢，中国在非洲派驻有这样的私人军事公司的4个国家，除了是中非共和国、吉布地、伊索比亚，另外还有苏丹。所以啊，有一个评论就形容说，这是什么呢？中国武器正在占领非洲，因为2019到2023年间呢，有21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他们接受了中国武器的大量交付。那另外呢，从2020年以来，中国也已先向奈及利亚交付将近有300辆的装甲车等等的这些武器哦。还有呢，近期啊，在辛巴威呢，中国也捐了一个2800万美元的一个装备哦。所以呢，就说哦，中国人可以说他们将为您提供一支全新的军队，也会直接帮你建造一条铁路哦，这是他们在形容的。那美国呢，非洲司令部哦，现在呢也警告了，他就说美国军售批准太慢了，所以很多的西非国家他们干脆就转向，变成呢是转向中国，因为中国不只帮他们提供武器，习近平甚至也承诺会加强联合演习，也解决他们的安全问题。所以你看到非洲有50个国家的军官呢，他们就参加了中国提供的军事教育课程，也显现出在武器上啊、军武上呢合作是越来越密切了。好，我们先请教赖老师，怎么看说这个金砖的外长会上呢，王毅提到这个大金砖这样的战略？这次金砖的高峰会是在俄国举行，喀山嘛，这是最重要的一次的会议，就是外长会议。因为外长会议结束以后，那已经帮他们的国家元首都已经搞定了大概的方向。目前的方向大概分三块区域：政治安全这一块区域，还有经济金融这一块，另外就是文化的交流合作，这3块区域。文化的交流合作就是让这金砖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再更多一点，然后让彼此之间的社会融入度更大一点啊。那减少因为文化上的歧义产生的一些矛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工作。这次的经济金融的问题，主要的就是本币交易的问题跟清算银行的一个开设。那这样的话，会对于人民币，因为人民币是中国是金砖国家的最强大的经济体，而且也是工业体系最完整、金融体系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如果这一次他们决定了，我想应该已经这方向8、9不离十了。那么确定以本币交易作为他们的金砖国家的一个发展为主要的货币的话，人民币会成为一个最强势的货币。那人民币会加速的国际化，它未来跟美元、欧元那么去抗衡，它的力量会最大。这样的话，会使这些金砖的国家更加的安全，更不容易受美国跟欧洲的掣肘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改变。走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好多的国家都想加入了。所以您注意到了这一次像泰国也表明了我想加入，土耳其也说了我也想加入。那目前来讲，排队的国家实在是很多，他们都想加入这个体系里面。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个组织是越做越兴旺。那因为想要加入，就是因为从中会对自己的发展有帮助，不然的话他不会想要加入嘛。那由于 G7 它把它变成一个富有国家的俱乐部，也就是你要够有钱才能够进来，他们不接受没钱的国家。那韩国也想进来，可是日本就不希望韩国进来。那你想想看，那所以这些没钱的国家都不能够加入 G7， 我们叫做富有国家俱乐部。可是这些富有国家他们是越来越衰败，他们越来越落后，他们是活在祖先留下来的这些城堡里面，但是他们的各方面都已经越来越老旧，而新兴的经济体正是很兴旺。不管你在亚洲，你不管你看到曼谷，其实曼谷都已经快比台北还现代化了那你会看到亚洲很多新兴的国家都在起来，这代表什么？新兴的国家成为一股重大的力量，而金砖就是在扩容，就是把南方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都纳入他们的体系内。对，新进国家的力量不容忽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节目现场，岳老师怎么看说华为现在这个卖牛肉？那刚刚讲到牛肉，那现在还有金砖呢？这个59国他们要抢入上合组织的。我跟大家强调一个重要的观念啊，因为我1984年的时候人在欧洲的时候啊，伊索匹亚闹大饥荒啊，当中啊发生了一件有名的事情啊，大家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看以色列部队里面有黑人啊，犹太人把伊索匹亚的犹太人全部14000多人带走啊。其他的根本不管啊，饭都没得吃啊！到今天呢，我看这个消息啊，伊索匹亚我都不敢就变成了金砖峰会里面的重要的成员之一啊，在里面整个因为中国的建设而脱胎换骨啊，这个的的确确是很伟大的事情，因为我永远不能够忘记啊，那个时候我跟比利时一些小鬼头住在一起，他们的垃圾桶上面就写法文的普雷头皮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垃圾桶里面的东西是给伊索匹亚人吃的。我跟你讲，那个严重。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件事情啊？因为大家要了解，请大家稍微去看一个很有名的，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叫萨伊德啊。他说，被殖民地区的人呢，他已经完全忘掉他有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他的发展完全按照宗主国的方向来发展。今天中国制造出发展的新希望啊！我跟你讲，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被殖民的人的话呢，所有的大家一定要了解。因为我自己读过开发中国家政治的这个学位啊。因为你如果同学里头有非洲来的，有东南亚地区来的，其他包含很多被殖民人的话呢，他们发展都以自己的宗主国为主，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发觉说，他们在发展方向来讲。比如说那个非洲有大概50几国讲法文的话呢，他们就会觉得说，真正从巴黎来的才是真的有价的东西。那今天来讲的话呢，中国跟俄罗斯的联手创造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他们要发展全球南方，他们要发展金砖峰会，他们要发展联合国的基本价值。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最近啊，他们才宣布联合国本身就是恐怖组织啊，嚣张到这种地步啊，请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如果说这个世界一直由西方帝国主义的人所把持的话，整个世界不会平静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只有中国的协助下才有发展的空间，这个是事实啊。更多的国际内容，等一下马上回来。新闻大白话，委员怎么看说这个中国大陆武器正在占领非洲这样的讲法？是，我想2个角度简单来看。第一个呢，就是中西啊，中国在崛起，希望在没落的时候，中美之间出现了什么情况？就是中国大陆呢，以金砖扩容，带着这些所有的国家，大家一起发展，一起成长。而美国呢，是小院高墙，盟邦围堵，它的存在就有一个目的，为了霸权要堵住中国。中国的存在有一个目的，要好，大家怎么样子一起好，这就是未来世界的格局。再过来呢，看非洲，哎呀，美国不要紧张，因为中国大陆经营非洲已久矣。你是现在才想到啊？美国是非洲的发展是最难，太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现在才想到。而且我刚刚才跟赖教授讲个题外话的，那时候你非洲的这些领导人到美国去，那是什么待遇啊？那什么待遇啊？那我的收身就收身了，那什么啊？但是呢，非洲再小的国家到中国大陆去，它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待遇，这个绝对不会因大小的差别。你作为非洲人，你有什么想法？喂，你好，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做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大家刚刚讨论到说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呢，中国大陆一个陆籍的快艇呢，它竟然呢就这样一个人单枪匹马在大白天闯到淡水河。好，那我们的国防部长呢顾立雄他就说，确实我们没有办法排除这是不是一种灰色地带的手法测试底线哦。他也坦言说还在厘清调查当中了。好，可是呢，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很担忧说中共的军事战力
力到底是如何？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就秀出了这个巷战的一个机器狗有专家就直言说，这其实呢是不是在威吓台湾呢？美国的这个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呢就提到说呢，军用的机器狗在最近呢中共的军演当中，你可以看到都有亮相，它不排除这个是对台武吓剧本的一环。那么另外呢，也有分析家认为说呢，这样的军事布置最可能是应用在哪里呢？就是对台湾的城镇战当中了。那由于台湾西部有高度的城镇化，所以解放军一旦的成功抢滩登陆自然呢就会进入到复杂的都市攻防战了。这样的分析大家就联想到刚刚我们讲的嘛，这个闯淡水河的事情呢。好，那另外呢是看到中国大陆三管齐下的海上威胁包含日本菲律宾、台湾同样现在呢都是紧张的氛围提高的。那另外呢，中国呢也把这个侵略行为限制在分析人士他们认为的灰色地带，也就是刚刚提到的那确实呢也没有真的实际发生冲突，只是我们看到在最近呢，其实争议比较多的包含金门以及钓鱼台还有黄岩岛，都是在第一岛链上那现在美国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拉日本来对抗中国呢？好，美国海军呢现在说要加强对中国大陆的监控，所以呢包含第2架的这个相关的呢海军的也无人机也部署到了冲绳了。冲绳时报就提到说，在9号的时候呢抵达了嘉手纳基地，美国军方准备呢要加强在中国活跃地区的监视和一些相关的情报行动那美国驻日本的大使也坦言，他就说呢，确实他们是需要日方的协助。他说日方如果能够承担美国军舰的船只修理保护作业的话呢，美国就可以专注在建造新的船舰，这有助于呢维持和中共抗衡的力量。好，但是呢现在日本呢确实呢在整个社会上和中国大陆对立的状况呢，我们看到就是靖国神社这件事情呢，尽管说日本和中国其实是没有引渡条约的，但是呢有日本在地的当地媒体就认为说这个事情太严重了，所以他喊话中方应该要配合日方的调查，甚至呢应该要把这个嫌疑人呢送到日本。好，但是呢自己这个日本政府岸田可能呢是逃开冒了一宿。为什么呢？因为呢 NH 跟的民调当中就显示说，他的不支持率还比上个月份还上升了5%，已经是来到了60%了。那岸田的内阁支持率呢下滑了3%，来到了1%，这也创下了他2021年就任以来的一个新低了。好，另外呢另一头看到是菲律宾是不是也来加强抗中的行动呢？我们知道在南海的印象，菲律宾跟中国是不断的交锋那么现在日菲呢有一个所谓的2+2磋商即将就要登场了。日菲的外长和防长呢预计在7月8号在马尼拉来举行这样子的会议那两国当然现在就是要力争说呢可以签署这个互惠准入协定那这为什么呢？他就是提到说呢，未来在军队的协防等等军事上的合作，双方可以更进一步的深化。那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就坦言说呢，现在来讲，外部的威胁变得更加明显，也更令人担忧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要做好准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菲律宾必须做好应对这样外部威胁的一个准备但是呢，现在有调查就说73%的菲律宾人，他们其实是支持对北京采取军事的行动的。他们呢支持说，透过这个军事行动维护菲律宾的领土权利。比方说，像是可以扩大海军的巡逻或者是增派部队那另外一头呢，当然中国大陆对于这样子的说法他们就指责了。他说，这背后的引武者是谁？背后的引武者其实是美国。他说呢，这个美国是为首的军队正在南海推动军事的部署和行动这是加剧海上的争端和冲突，其实也损害了沿海国家的合法权益。好，我们先请教委员怎么看说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快艇闯入淡水河，引发大家的哗然可是呢，这是不是真的也是类似的，像是这个巷战等等，可能就是剑指台湾了？假新闻，我第一句话，发生这个事是真的，所有的推论是假的，
理由很简单，假如这个人入侵了台湾，这是真的，然后呢，应该怎么样子？应该调查清楚，才公开开记者会，是不是？结果今天已经怎么样子？大阵仗的记者会，就为了一个开庭入侵的人，然后署长亲自主持，然后呢，这个发言人呢讲了一大堆，然后要给大家问到饱，但是能问出什么？道理，假如这是有问题，应该调查，调查完以后公布，该谴责谴责，该骂该骂，那该误闯误闯，是不是？没有，我们叫大家为什么想借着这个事情想来凸显这些什么啊？来推出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灰色地带。我们现在新名字很多嘞。那在我的看法，只是这样而已。他就是要让你跳舞，就像菲律宾一样，搞出73的民力，跟中国大陆干啊没有关系。他的目的是这样子，是把台湾要送到哪里去？这一群人真是没良心到极点了。第二个就是这一个话是伯恩斯最近才讲的，这中国大陆最近呢，在东海跟南海就非常的霸凌邻近的国家。那我要请问，指的是哪里？这日本的钓鱼台，指的是现在的菲律宾的黄岩岛。别忘了，钓鱼台是属于中华民国，然后呢，这个宜兰县的头城乡，头城镇。当这样子的时候，台湾跟日本在钓鱼台有所争议的时候，大陆只有口头声明，从来没有动作。OK， 那么到什么时候？就是当两边和好起来了，这马英九的时代，两岸和好起来了，日本紧张了，两岸会不会联手来处理钓鱼台？那就他就没得份了。所以他赶快跟台湾订了一夜协定，因为台湾只要有鱼可以捕，那这主权属谁的，先放一边好了。但是呢，这个事本来就这样停下来，结果日本又干了什么事，就把它给国有化，而且就在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国有化。一国有化之后，钓鱼台生变了。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的渔船到钓鱼台被日本赶走，国有化之后，中国大陆出现，两边是对峙。对峙完了以后，变成你来我走，我来你走，到了现在是中国大陆正常的巡航，然后日本呢，目睭金金狼相东在那边看，等到有空档才开始进来。那这个时候是谁霸凌了谁？中国大陆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鼓励过任何中国籍的人登钓鱼台，但是日本3番5次在干这个工作，所以被修理，那嘟嘟好呢。那我再问。黄岩岛的事情，仁爱礁的事情亦然如此。仁爱礁的那一条今天已经停在那里那么久了，在杜特地的时代里，大家有一个默契，就让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是吧？那个时候你听过有霸凌吗？有水炮吗？有什么吗？没有。那现在呢？你自己去作乱，自己去恶搞，天天要搞这个新闻，只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他的交易的目的。然后现在反过来说，你来欺凌我。哇，美国人习惯用了他们话术的霸权，已经掌握我们的声音太久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沉默，不能让美国这样的语音霸权把整个的世界搞乱、搞急。现在到现在目前发生的战争，这20-30年发生的战争，哪一场是中国所属的？哪一场不没有美国的影子？战争换子是他，结果他现在站出来，我是仁爱的样子，妈气笑死人了。日本这一个不知道哪里跑出来那个小机构啊，这话说要把他引渡回来。那我问你，日本人来台湾把慰安妇的头像踢动的时候，要不要引渡回来啊？哦，你踢别人就会使，人家来放一步就你就哇哇叫啊！那一步尿啊，还放得方刚刚好。我上次就讲过了，那个不叫过去。对这些为国牺牲的人设立的一个像忠烈祠神社，都说是理所当然。大家会生气是，你把2次大战世界公认的侵略者的战犯，你把它放进去，那是对你们神灵的羞辱那不叫神社，从此又被这一群魔鬼进去，这叫魔社。到魔社去撒一泡尿，不是刚刚好而已吗？我真是不愿意讲这样的话，但是当你用这样的回应，我就用这样的话来回应你，是吧？如果大家想想道理上，那菲律宾拜托，为了菲律宾就不要再搞了。你搞到你的全国人民说号称73要干什么？要跟中不行打一仗。你是凭什么要打？美国都不敢你凭什么打？
美国现在搞到现在说我的晶片不行了，日本来帮我维修。一个晶片要给人维修的国家才有办法要来跟人家对抗。你觉得他有什么本事？好，美国躲起来，然后呢去收拾那个菲律宾，就出来呜，该死也是你啊，我不骗你啊，拜托了。美国在讲我这一句话，这20-30年来的世界里，所有在地球上发生的战争，哪一场是中国人手指出来的？所有的战争都是美国人手指出来的，他才是真正世界的战争贩子。赖老师，一艘大陆的快艇啊，民船啊，那从对岸跑到台湾来，穿过了台海中线，对啊，穿过了台湾海峡，海军没看见，空军也没看见，然后到最后海巡署已经快到5海里、6海里，而且据说还是我们的渔民回报说，哎，有一艘很奇怪的艇撞到我们了，然后进来的时候，海巡署的船才发现，然后一直到了靠近了到了淡水进来了，他自己来投案了然后这个事情才说他全程掌控，全程掌控，但是他无能力处置，而且掌控也掌控不了，处置也没有能力，就自己无能嘛。那整个国安团队都无能。然后到国防部，一直到海巡全部到海军，所有的其实都无能力，自己不反省，自己不检讨，就说哎，这个有灰色地带，哎呦，这个有又是对岸的问题，而对岸的一个老百姓就可以这样直接大拉拉的跑进了我们的淡水河，然后如果一直往内走的话，情况那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民进党执政下坦白说真的是无能各方面都没有能力，经济没有，各方面都没有。那现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您提到了，很多区域间好像说中国大陆在搞灰色地带，这一点我觉得有意见南海的问题，不要忘了，观众朋友，杜特地执政的5年，南海的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菲律宾的渔民也在那边捕鱼小马可仕刚上来的时候说我会延续杜特地的政策，也到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了。接着美国人来了以后，小马可仕改变了，就开始在南海捣乱挑衅，所以造成今天南海的紧张。那是因为你菲律宾挑衅，以为有美国人可以靠，造成南海的紧张嘛，所以南海之间就不平静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背后的那个人是谁，美国。台海在马英九时代这8年好得不得了我们观光客每一年将近1000万其实明明可以突破1000万，是我们说我们吃不消了，来太多了，吃不消了，钱赚太多了，我们说那个不要超过1000万，在我们能够吸收的范围内，我们能够消化的范围内，对台湾多好学生来了，我们的私校的问题解决了，然后老师来了，我们也过去了，学术的交流那么起来了，工商界的交流起来了，社会人士的交流都起来了，方方面面都好嘛。那为什么改变了？然后从这个裴洛西来台湾，台海中线没了，然后呢，接着这个24海里没了，接着看起来12、6海里都有问题了，这代表背后是谁？我想观众朋友你们都知道背后那一个人嘛，那个人就是老美嘛。日本也是一样本来钓鱼岛这个地方三方就是大陆、台湾、日本，大家有默契，那也就是和平捕鱼。你日本的石原生太郎就在跑去华盛顿回来以后就说要钓鱼岛国有化，那你要钓鱼岛国有化，那从此以后就变了嘛。那也就是谁背后又是谁？又是美国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些态势都摆得很明白，背后的那一个人引武者搞了南海，搞了台海，搞了日本，搞了以后呢，那大陆现在有能力了。为什么有能力？它可以同时处理，都可以同时处理的情况下，美国什么都没捞到，美国什么代理人战争都没打起来，然后自己本身越被大家看不起。台湾的民众，你想想看，现在台湾的民众是不是50%以上人不信任美国是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瞧不起美国人嘛，你根本处理不了。你也保护不了台湾，你也不敢，也没能力保护，你就一张嘴而已。我想这就是美国人自己玩了这么多年，玩到最后只让自己的国力越来越消而已。
因为这个数据我自己蛮疑惑的啊，岳老师怎么看？真的有73%的菲律宾人会支持采取军事上行动吗？我留学的时候的好朋友都是菲律宾人啊，菲律宾人非常 emotion 啊，我跟你讲，菲律宾人最喜欢开 party 啊，弹吉他啦，但是他们的那种国家主义是非常强烈的了，因为问卷嘛，这73%，我们这边我们总统100%要准备打仗了，有什么稀奇的？我觉得还有那27%的人不晓得怎么搞了，没有选择打仗的啊！我跟你讲，这个问卷可以完全不用负责任的了啊！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叫做什么顾立雄啊，这个国防负责人啊，倒是说了一句实话，个人的名义可以测试灰色地带啊。我们呢，3个那个时代当兵的时候，只要说是过了金门岛的禁限制海域，我们赖老师就是当兵的。我跟你讲，我自己认的人啊，就有开过枪的，打死过人的。开枪，这个是不是开玩笑的？哎，你这种事情啊，其实就是应该，就是说，尸体摆在那边，你过了界限就要打死你。什么跑到淡水河上面来的？这个就是在测试你的这种底线。什么叫灰色地带？这是明明白白的不怕死。我跟你讲，说实在来讲啊，我们这个国防的力量啊，弱到啊，连我不晓得开枪的能力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好，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讲到这个有关于啊，这个日本呢，他们讲到说是这个要引渡这个到了靖国神社，我不要讲别的。那这些人他走了以后，那你没有引渡的条款，你现在讲这种事情啊，你要干什么？他只有一个目的了，很明显就是要引发日本的民意，就是日本的民意到现在他觉得不够，日本的民意有90%人不喜欢大陆人啊，但是我告诉你，我刚从大陆回来，大陆有100%的人不喜欢日本，啊，就是大家彼此之间相互仇视嘛，你要这样相互仇视的结果。啊，是什么呢？大家要了解，跟前面跑到淡水河来的道理是一样的。你民间的话呢，山火；官方的话呢，本身的话，除了无奈的话呢，他们也有立场啊。那天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讲得非常清楚啊。照理说他应该先表达遗憾，但是他先指责你靖国神社搞了这一套东西的话，那老百姓的心情压不住，我有什么办法？你不发签证嘛？这大家都不要来往嘛。所以说你在这边情况下讲的，回到就是说美国本身啊，要找日本人来修船啊。这个我听了非常惊讶，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前阵子的话呢，那个搞那个四方联盟的时候，美国的船是要到印度去修的，我当时就发觉不得了啊！现在因为钱太热，我坦白跟你讲啊，美国的军事上真正的问题不是不先进，也不是说打不过谁，真的就是太贵了。你拿台湾这几次的军购，你想想看啊，开口闭口啊，有一次啊，美国一个参议员拿出一包螺丝啊，问那个美国本说这一包这个钢铁螺丝多少钱？5万美元啊！你要了解啊，这个实际上讲起来啊，如果你这样子的发展下去啊，你的军事预算如果贵到这种程度下，你还在那边拱火啊、挑逗啊、闹啊，这个，我跟你讲，美国基本上打不起自己所要求自己要打的仗啊。这种情况下越搞越严重啊，所以这个趋势的发展的话，我们一看非常明白啊。对，因为讲到这个趋势哦，当然呢，还是有些人希望可以更多的合作嘛。